有个时候，焦萨罗国的波斯匿王来到佛陀的住所，顶礼佛陀后，他在一旁坐下。波斯匿王对佛陀说：世尊，我独自静坐的时候，心中升起了这样的念想。世尊，您曾经说过，要与善的团体、善的朋友、善的伴侣、善人在一起，不要与恶的团体、恶的朋友、恶的伴侣、恶人在一起。大王，正如你所说，确实是这样的。如来曾经说过，要与善人、善友、善的群体在一起，不要与恶人、恶友、恶的群体在一起。大王，有个时候，如来住在释迦族人聚居的城市，那时阿难尊者来到如来的住所，他顶礼如来后坐在一旁，对如来说：世尊，与善人、善的朋友、善的群体在一起，修行就成功了一半。也就是说，修行的成功一半是靠善人、善友、善的群体的帮助，一半是靠自己的努力。大王，那个时候如来对阿难尊者说：阿难，不是这样的，阿难，不是这样的，阿难，与善人、善友、善的群体在一起是修行成功的关键，是修行成功的全部。也就是说，修行的成功全部来自于善人、善友、善的群体对自己正知正见的教导，自己的努力也是建立在正确的见解上的。没有正确的修行方法，没有正确的见解，是不可能修行成功的。所以如来说，修行的成功全部都是因为与善人、善友、善的群体在一起，接受到了正确的见解，知道了正确的修行方法，有了正确的修行方法和正确的见解，才可能修行成功的。当修行人与善人、善的朋友、善的群体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必定会去修习八正道，他必定会被善人、善的朋友、善的群体影响和熏陶，去经常的修行八正道。阿难，这些与善友、善人、善的群体在一起的人，他们是如何去修习八正道？他们是如何经常的去修行八正道的呢？阿难，这些善友、善人、善的群体，他们依靠内心的念想不生起，念想停止不动，让自己的内心远离世间的烦恼和痛苦。依靠内心的念想不生起，念想停止不动，远离内心的贪欲。依靠内心的念想不生起，念想停止不动，灭除一切的烦恼和痛苦。依靠内心的念想不生起，念想停止不动，从而不被世间任何的事物事情所捆绑束缚，逐渐进入没有丝毫烦恼和痛苦的涅槃境界。阿难要逐渐达到如来刚才所说的没有丝毫烦恼和痛苦的涅槃境界，就得去修习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这8种正道。什么是正见？阿难，正见就是正确的知见。哪些是正确的知见？如来所说的苦集灭道四圣谛、因缘果报等等正法，就是正确的知见。什么是四圣谛？四圣谛中的苦谛，是说世间的人是很痛苦的，有身体和内心产生的内苦，比如生病身体产生的痛苦，亲人遇见灾祸后死亡，由此内心产生的痛苦；有外界，比如灾难、战乱等等逼迫自己的外苦；还有与自己不喜欢的人、与自己有恩怨的人在一起产生的痛苦，自己所爱的人被伤害、死亡产生的痛苦。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无法永恒地保持不变，世间的一切事物都随时在变化，自己无法永远拥有某一样东西，无法永远的不生病、不衰老、不死亡。自己的亲人以及自己所爱的人也无法永远不生病、不衰老、不死亡。由此，在自己喜欢的东西损坏、失去，在自己的亲人、爱人生病、衰老、死亡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痛苦。世间还有出生、衰老、生病、死亡的痛苦，与真爱的朋友、亲人离别的痛苦，与仇人、冤家相见的痛苦，得不到自己想要事物的痛苦，比如得不到想要的财物、爱人等等；由接触世间的事物产生的痛苦，比如看见自己的房子因为地震垮塌，想到自己无家可归后产生的痛苦；由身体、感受、念想、行为、认识判断产生的痛苦，比如身体生病产生痛苦，被别人辱骂、诽谤内心产生痛苦的感受，做了坏事害怕别人发现，害怕自己被别人报复，内心天天去想这件事情，由于这个念想而产生痛苦；自己因为贪心去偷盗财物、
被抓住关进监狱，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产生痛苦。自己的钱财被别人偷盗，做出错误的认识和判断，去怀疑是自己的亲人所为，由此去报复惩罚亲人，最后发现是其他人盗窃的财物，不是亲人所为。因此为自己错误的认识判断产生痛苦。由喜怒哀乐产生的痛苦，喜乐为什么会产生痛苦？因为世间没有永恒存在的事物事情，世间的一切事物事情随时都在变化。当自己喜欢的事物事情开始衰败，甚至于自己失去这些事物事情的时候，之前的喜乐就会变成痛苦。比如自己爱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孩子健康安全的时候就会开心欢喜，当自己的孩子遇上灾祸，或者生重病，或者死去，就会产生巨大的痛苦，所以喜乐最终也是痛苦的。由贪欲、愤怒、愚痴产生的痛苦，比如贪得无厌去偷盗别人的财物，被抓住产生的痛苦；暴跳如雷去报复别人，伤害别人，结果闹出人命，自己去偿命产生的痛苦；愚昧无知，不信因果，杀害生命来为自己祈福，结果被杀害的人或者众生的亲人朋友前来报复自己，夺取自己的性命产生的痛苦。四圣谛的苦集灭道，苦谛是说世间人或众生是痛苦的，集谛是说世间人或众生产生痛苦的根源是贪爱、可爱。比如自己因为爱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当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，甚至于死去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痛苦，都是因为自己深爱自己孩子的缘故，所以才会产生痛苦。如果是陌生人、不认识人的孩子，就不会产生痛苦，最多就是同情。灭谛是说世间的人或众生要灭除痛苦，就要先除灭对世间一切事物事情的贪爱、可爱。道谛是说除灭痛苦的方法，也就是修行的方法。这个修行方法就是八正道，也就是修习8种正道。阿难，正见还要深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相信因果报应，相信做善事能够得到福德功德，得到好的果报，做恶事会造下罪业，得到痛苦的罪报。阿难，正确的见解还要深信有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相信有生死轮回，相信由于无尽的生死轮回，世间的人或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，相信世间有通过多行善事而上升到善道的人，相信通过精进的修行去恶向善，是能够最终从生死轮回的束缚捆绑中永远的解脱出来的。阿难，这些就是正确的见解。什么是正思维？就是正确的思考，就是做任何的事情之前，都要去想自己的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升起的念想是不是合乎如来之前所说的正见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自己当前的身体行为不是杀害伤害别人，不是偷盗抢劫、巧取豪夺别人的财物，不是与别人的妻子、女儿或丈夫、儿子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自己说的言语不是欺骗伤害别人的言语，不是挑拨离间别人和睦关系的言语，不是粗暴、诽谤、重伤别人的言语，不是毫无意义、不正经的言语，自己内心升起的念想不是贪心，不是愤怒的心，不是错乱因果、愚痴的心，那么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。如果做的事情是之前说的这些伤害别人的行为、言语、念想的事情，就不能去做。也就是说，做任何的事情前都要用如来所说的正法来核验一下，看所做的事情合不合乎如来所说的正法，如果不合乎就不要去做。什么是正语？就是正当的言语，也就是不说假话欺骗人，不说粗暴、恶意诽谤、重伤的话，不说毫无意义、不正经的话，不说挑拨离间破坏别人和睦关系的话，要积极的说真实的言语，说宽慰、劝慰、柔顺的言语，说教导别人去恶向善的言语，说让别人内心除灭贪欲、愤怒、愚痴的言语，说让别人免除烦恼和痛苦的言语，说让别人从烦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的言语，说对别人有益的言语。什么是正业？就是正当的行为，不做伤害人或众生的行为，不做杀生害命的行为，不做偷盗抢劫的行为，不做与别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行为。要积极的爱护生命，布施帮助有困难的人，做给别人带来快乐幸福、拔除别人痛苦的事情，做教导人去恶向善的事情，做遵纪守法的事情，
做教导别人遵纪守法的事情，自己遵守社会道德，也教导别人遵守社会道德。什么是正命？就是要有正当的生活，不从事非法的职业，不从事杀生害命的工作，不从事偷盗抢劫、巧取豪夺的工作，不从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工作，不从事帮助别人与其他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工作，不从事欺骗别人的工作，不从事挑拨离间破坏别人和睦关系的工作，不从事恶意诽谤、重伤、辱骂、咒骂别人的工作，不从事说毫无意义、不正经言语的工作，不从事让自己或别人产生、增加贪欲的工作，不从事让自己或别人产生、增加愤怒的工作，不从事让自己或别人产生、增加愚痴的工作，不做非法的工作，不做道德所不允许的工作。每天的生活要有规律，不论睡觉、饮食、工作、运动、休息等等都要合理，都要有规律。什么是正精进？就是正当的努力，也就是按如来的正法持之以恒，坚持不懈地去修行，让自己正在做的善事继续坚持做下去，让自己所做的善事持续不断的增长，让自己尽快去做还没有开始做的善事，让自己立刻停止正在做的恶事，还没有做的恶事永远不要去做，让自己不再去做任何的恶事。这样去修行，善法就会日益增长，恶法就会最终消除殆尽。什么是正念？就是正确的观念，也就是时刻都要在内心中意念如来的正法，不做伤害人的事情，要时常都告诫自己，不要去做杀生害命的事情，不要去做偷盗抢劫的事情，不要去做与别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事情，不要说假话欺骗人，不要说挑拨离间的话，不要去说诽谤、辱骂别人的话，不要去说毫无意义、不正经的话，不要生起贪欲，不要生气发怒，不要错乱因果愚昧无知，要深信因果报应，深信做善事得善果，做恶事得恶果，并且内心中还要经常升起爱护生命、布施帮助别人的念想，升起带给别人快乐幸福、拔除别人烦恼和痛苦的念想，升起教导别人去恶向善的念想，升起遵纪守法的念想，升起教导别人遵纪守法的念想，升起自己遵守社会道德的念想，升起教导别人也遵守社会道德的念想。当然也要时常的意念如来四圣谛的修法。世间的人或众生是很痛苦的，痛苦的根源是贪爱、可爱，要除灭痛苦，就要先除尽对世间一切事物事情的贪爱、可爱。而要除灭世间一切的贪爱、可爱，就要修习如来的正法，就要修习八正道。要经常的想，自己对别人做的事情，如果转换一下角色，自己变成别人，自己会接受别人对自己同样的做法吗？自己会因为同样的做法产生烦恼和痛苦吗？如果确定对别人的做法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自己会产生烦恼和痛苦，那就应该立刻停止这样的做法。如果这些做法能够让别人获得好处，让别人获得快乐和幸福，那就应该放手去做这些事情。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，首先都要以不伤害别人的身体、感情以及不违反所在国家的法律为前提。什么是正定？就是让内心随时都保持清净宁静、明镜止水的境界，不管遇见世间任何的事物事情，都能够控制自己的内心，不被遇见的这些事物事情所捆绑、束缚，不会挂念和执着这些世间的事物和事情，因为这些世间的事物事情随时都在变化，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和事情，连自己都是要生病、衰老、死亡的。自己得到的事物随时都可能会失去，就算能够拥有比较长的时间，这些事物也是会老旧破损的，自己的亲人也是会生病、衰老、死亡的。当自己死去后，这些自己曾经拥有的事物就将全部舍离，没有一件东西是可以在死后带走的，因此不再挂念和执着这些世间的事物。这些世间的事物不过是雨水打在水面上的水泡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只有在世间所做善事种植下的福德功德，所做恶事造下的罪业，才能在死后带走。福德功德深厚的人，未来是生在富贵之家享福，或者上升到天界享福，甚至于从生死轮回中永远的解脱出来。福德功德薄弱、罪业深重的人，下堕到贫贱之家，甚至于堕落到地狱、恶鬼、
畜生三恶道去偿还罪债，痛苦煎熬，无有出期。明了了，只有福德、功德、罪业才能在死后带走。世间一切的事物事情都是虚妄不真实的，就可以由此断恶修善，不再去贪爱那些世间虚假不真实的事物，内心就不会由此产生喜怒哀乐等等的念想，就不会被贪欲所束缚捆绑。内心不再挂念和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事情，内心不再升起任何的念想，无念无想，烦恼和痛苦就无法附着在念想上，就如同在虚空中作画的画师，无法在空中作画，他画画的颜料全部都会掉在地上。内心不再挂念和执着世间任何的事物事情，内心不升起任何的念想，一切的烦恼和痛苦就会被除灭殆尽。没有烦恼和痛苦了，内心也就清净安宁了，这就是正定。阿难，当修行人与善友、善人、善的群体在一起，他就会被耳濡目染地去修行这8种正道。善友、善人、善的群体会用他们的言传身教来实践的教导与他们为伍的人，这些接触善友、善人、善的群体的人，就会以他们为榜样，学习他们的善行。所以阿难，如来说与善友、善人、善的群体在一起，就是修行成功的关键，就是修行成功的全部。如果没有正确的见解，自己就算再努力修行，也可能会步入歧途。阿难，这些与善友、善人、善的群体在一起的人，他们就是因为在善友、善人、善的群体的身边熏陶、影响、耳濡目染的缘故而去修习8正道的。他们就是因为以善友、善人、善的群体为榜样，为学习的对象的缘故而去经常修行8正道的。阿难，众生与如来为善友，如来就会教导他们从出生、衰老、生病、死亡的无尽生死轮回中永远的解脱出来，如来也会教导他们从烦恼和痛苦中永远的解脱出来。阿难，你要知道，与善友、善人、善的群体在一起是修行成功的关键，是修行成功的全部。正确的见解非常重要，正确的言传身教也非常的重要。大王，那时如来就是这样教导阿难的。大王，你应该这样去修行，首先就要与善友、善人、善的群体在一起。你在与善友、善人、善的群体在一起的时候，要控制和管束好自己的身体行为，不去做恶事，口不说恶语，内心不升起恶念，要让自己的身体多做善事，多说善言，内心多升起善念，要断恶修善，修行一切的善法，断除一切的恶法，让自己不放逸，让自己由此除灭一切的贪欲、愤怒、愚痴。修行一切善法后，不求回报，无所求，如同呼吸空气一样平常。这样修行善法获得的就是无漏的功德。所谓无漏，就是无所求，不求回报的做善事获得的福德没有损耗出去。如果内心有所求，贪求回报，挂念福德果报，就如同装满水的水缸底部有缝隙、漏洞。由于底部有缝隙、漏洞，水缸中的水最终会流光，自己所修的福德也会因为自己有所求，想要获得回报的缘故，而如同漏水的水缸一样，全部都会耗尽。修行善法后，不见自己所修的善法，不见由此获益的人，不见自己由此付出的财物、心力等等事物，如同没有发生的事情一样，如同呼吸空气一样平常，就能获得无漏的功德。持之以恒的这样去修行善法，就能圆满成就无量的功德，就能最终从生死轮回中永远的解脱出来。大王，当你断恶修善，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念想不放逸的时候，当你的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的时候，你的宫女、随从就会这样想：连大王如此尊贵、有权威的人都能约束和管束好他自己的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升起的念想，大王都要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，大王都能不放逸自己。我们这些侍奉他的人，就更应该以他为榜样，以他为学习的对象，让我们自己的身体行为也去做善事，也去说善语，也让内心升起善念。我们更应该管束好自己，不放逸自己。大王，当你断恶修善，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，不放逸自己的时候，你的王族亲戚、亲人、大臣就会这样想：大王，
如此尊贵。有权威的人都要约束和管束好自己的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升起的念想，不去做恶事，多做善事。我们这些王族、大王的亲人、大臣还有什么理由不以大王为榜样和学习的对象呢？大王以身作则，用他的言行来教导我们，我们也要像大王一样，身体行为都要去做善事，口中言语都要说善言，内心都要升起善念。我们要经常的去做善事，利益百姓和国家。我们也应该不放逸自己。大王，当你断恶修善，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，不放逸自己的时候，你军队里的将帅士兵会这样想：大王是全军的统帅，他用言行来教导我们。我们也要以大王为榜样，为学习的对象。我们也要像大王一样约束和管束好自己，不去做恶事，多做善事。我们也要学习大王，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。大王的言行就是我们的军令，我们将会严格的执行大王的军令，不放逸自己的行为、言语、念想。大王，当你断恶修善，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，不放逸自己的时候，你所管理城市和村庄中的民众，以及你国家的所有民众就会这样想：大王如此尊贵。如此有权威的人都要约束和管理好自己的行为、言语、念想，不去做恶事，要去做善事。我们这些老百姓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做恶事呢？我们应该以大王为榜样，为我们学习的对象。我们也要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，不放逸自己。大王如此的管束自己，我们老百姓有好日子过了。大王，当你断恶修善，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，不放逸自己的时候，你自己必将被保护和守护。这些保护和守护是由内而外的保护和守护，是由身体行为做的善事，口说的善语，内心升起的善念所构建而成的保护和守护。这样的保护和守护坚固而长久。你的宫女和随从以你为榜样，他们也不放逸，他们也将受到保护和守护。你的王族亲戚、亲人、大臣、将帅士兵、百姓，他们以你为榜样，学习你，他们也不放逸，他们也将受到保护和守护。这样你国家的财产、宝库，你民众的财产和安全也将受到保护和守护。你的整个国家由上到下，上至国王、王族亲戚、亲人，下至大臣、将帅士兵、百姓，都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，不放逸自己，国家就受到了保护和守护，国家就能长治久安，百姓就能安居乐业。世间人对富贵都不懈的追求，都希望自己富贵荣华。有智慧和才德的人知道，只有断恶修善，多行善事，种植出来的福德和功德，才能让自己富贵荣华。而种植获得福德和功德的方法，就是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，断恶修善，不放逸自己。所以有智慧和才德的人，在称赞不放逸的修行方法能为自己种植福德和功德的同时，他们自己也会身体力行的去实践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，断恶修善的不放逸修行。不放逸自己，断恶修善的人，可以在现在世和未来世都获得利益和好处的，能够持之以恒，长时间让自己断恶修善。不放逸自己的人，甚至于永远断恶修善，不放逸自己的人，他们将获得无数的利益，他们将获得无数的好处，他们才是世间真正有大智慧和才德的人。这时佛陀说偈言：继续复愿望，欲待至大富。贤者行功德，以暂不放逸；贤者不放逸，以得二种利：现世之义利，以及未来利。一得于此义，英雄为贤者。